大家好，我是袁丽。不明白播客上线已经2年半，一直致力于制作高质量、专业化的新闻内容，帮助听众获取新认知和新角度。为了让不明白播客更加持久地做下去，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再次呼唤大家捐赠。之前我一直说节目的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兼职，大家都是在本职的工作学习之外加班加点，而每一期节目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比如说，我们一直坚持提供准确的文字版，除了方便快速阅读，更是为了方便墙内朋友传播。而这并不是 AI 做的，而是靠人力完成的。除了音频，我们也在开始视频的尝试，不仅仅是为了多一种传播形式，而是为了更好的呈现。而视频的制作成本比音频要高很多。而我个人在一份全职工作之外，每周要出品1期播客，这样超负荷做了2年多，实在有些力不从心。我需要长期稳定，最好是全职的合作伙伴。不明白播客一直拒绝商业合作，主要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一直希望这是一档依靠听众的支持就能维持运行的节目，这样才能保持独立性，才能长久。我们感谢1年多来很多听众的慷慨捐助，但目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日常运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赠的队伍，欢迎点击本期内容简介的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我们还推荐大家加入不明白播客的 YouTube 会员，每个月5美元，可以优先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未来经济条件允许，我们还希望能制作周边产品回馈会员。目前各个平台会员不到400人，如果有1500人甚至2000人，不明白播客就能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支持日常运营了，那就太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是一个漫长的事业，希望我们活得更久，也活得更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播客的很多听众肯定都想过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难以建立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却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牢固地建立起源于苏俄的共产集权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渊源使得中国走上了这条道路？为什么共产集权制度在中国比在苏俄持续了更长时间？为什么在私营经济发展了几十年后，中国依然可以走回头路？这些都是许成刚教授的新书《制度基因》提出并回答的问题。我很少推荐书，但这次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很少有一本书可以涵盖这么广泛的领域，从政治、经济、历史和法律的各个维度来讲述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又对于我们理解中共的历史、当下的中国以及中国未来转型可能的路径都非常有帮助。徐老师来过播客很多次了，我就不介绍他的简历了。他在书中说，他对中共政权统治的性质的好奇始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他那时候就对观察到的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宣传与残酷现实之间的鲜明矛盾感到极度震惊和困惑。半个多世纪后，那些震惊和困惑促成了这本书。我们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徐老师您好，您为什么要写《制度基因》这本书呢？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对于您这本书的写作有没有特别的影响呢？研究工作呢，实际上是非常长期的思考，最后会以什么方式表达，从来也没有去想过，就是一直在思考。具体到要写这本书呢，这个时间是2012年，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制度基因这个概念的产生是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先有了这个概念，不是从最基本原则出发，而是从一些假设出发。这个假设呢，应该是足够接近我们观察到的现实，就抓住了这些最基本的要素，
后来就把抓住的这些最基本的制度的要素，我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制度基因。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对这个书的写作有很重要影响，因为在他上台之前呢，这个实际上我这个书的重点讨论的是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呢，它是没有可能会自己和平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它唯一的有可能的渠道是极权主义制度这个退化成为威权主义制度。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其实我有一个看法呢，就是中国已经逐步的朝着威权主义制度退化。威权主义制度通常人们觉得是个很坏的词啊，但是把它放到了原本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环境里，其实是个好词，就是说它的控制有所放松了。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整个又返回来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认识到极权主义是多么的有韧性，极权主义它是多么的要坚持它自己不能退化，就是它实际在退化呢，它一定要非常努力的让自己不退化，所以它又返回来了，就是很坚韧。所以这个呢是有很重大影响。您能给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制度基因是指什么吗？我在这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谈国家为何失败那本书的时候，您稍微讲了一点，有一些听众先去听那一讲，然后再来听这个，可能更有帮助。您现在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我本来呢目的是在讨论制度演变，但是讨论制度演变呢实际上非常的复杂，怎么样能够把非常复杂的制度演变用更简化的方式能抓住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非常认真的去看历史上的制度演变，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各种的制度演变，最后你就会发现呢，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制度成分，它在演变过程中它会重复的出现。这些最基本的成分呢，第一它是重复出现，第二它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基础，就是其他的制度成分是在这个上边建立起来的。还有呢，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制度成分呢，它是和人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的。它之所以重复出现和影响其他的东西，是因为它和人的切身利益在一起。那具体是什么呢？更具体的最重要的例子，实际上就是权利产权的结构和与权利产权结构相对应的那些社会共识。那什么是权利和产权的结构呢？指的就是说它是不是被垄断的，还是它是不是分散在个人的手里的。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各国的制度的演变，你就会看到呢，今天最专制的这些国家，你去看它的历史，你历史一直追回去，没有例外的，所有的最专制的国家历史上从来都是专制的，而且从来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这个就是它的权利和权利的结构。专制呢，实际上它离不开它的经济这个对应的部分，对应的部分就是产权。产权最专制的制度呢，它的产权就是国家都控制了。极权主义制度呢，就是它的权利和产权集中到了不可能再更集中的程度了，就是一个党它把所有的政治权利，一个党把所有的产权都控制住了，这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和它对应的呢，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下呢，这个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所有的个人都拥有产权，所有的个人都拥有政治权利。比如说我们讲到国家的主权，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实际上是靠所有的选民决定的，国家的主权是在所有选民手里的，是选民集体决定的。这个呢，就是制度基因的基本概念，社会共识。这个社会共识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社会共识如此的重要。因为当人们关心这个民主宪政的时候，往往呢，一个非常传统的对民主宪政的认识是说，你首先要写一个宪法。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事实呢，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家层面建立了民主宪政的是英国。英国至今没有文字的宪法，它靠的是社会共识。美国呢，是第一个写下来宪法的近现代的国家水平的宪政国家。后来呢，就是许多的国家
在建立民主宪政的时候是模仿了美国的文字的宪法，但是你会看到呢，这些模仿美国的宪法建立的民主政治呢，非常常见的是会发生政变，各种各样的政变。而英国和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而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过去一直英国是最强的，自从二战以后美国是最强的，就是它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不问国内政治的。这东西呢，实际上是单纯的用正式的制度是不能解释的，尤其是英国它根本没正式制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强调的是制度的非常核心的那个部分是社会共识，就是当离开了社会共识只看正式制度的时候，人们一定就会丢掉了非常重要的基本的部分，包括在中国都有完全相同的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那是写了宪法的，但是呢，中国的社会共识并不支持这个宪法，所以你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共识的时候，这样的制度实际上只是白纸黑字写在纸上而已。您这个社会共识真的是贯穿书的始终，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苏联怎么最后会倒台了，是吧？它其实有一个社会共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结束，它也是有一个社会共识，是吧？对对，这个都真的是特别非常迷人。您称中共和苏共的统治为共产集权制，但是现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学术界，都依然普遍称中共的体制为威权体制。您能不能说一下他们错在哪里吗？您为什么说理解共产集权主义是对全人类的巨大挑战？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这个非常重大的基本问题从来都存在。早在1946年，米塞斯就发出过警告。米塞斯1946年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纳粹法西斯已经都垮台了，但是呢，他发出的警告是说，我们过去70-80年里，这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人们努力想要遏制集权制全都失败了，然后马上我们见到的就是共产阵营的大扩张，是在他这个警告之后，然后这个大扩张就变成了控制人类1/3的共产集权集团的建立。事实上，冷战的开始就是在韩战才产生的，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分明纳粹法西斯已经垮台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悲观？原因就是在他那个时候，他发现人们并没有真的关心极权主义。那个时候他说的极权主义就是共产极权主义。同样的，就是为什么冷战是到了韩战才开始，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没有这个认识，直到战争打到你头上了，就是你不得不去应战，就变成了热战的时候，才有了冷战。如果冷战早就开始，韩战这场热战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之所以韩战没有能避免，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当时的美国的政策界的主体没有意识到共产集权制的扩张的本质，没有意识到共产集权制是要发动战争的，就是这种本质的东西他没有认识。当战争打到你头上的时候，你不得不去热战，这时候你才想起来要用冷战的方式来避免热战。这个问题是跟当时呢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自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集权制垮台以后，整个的学术界就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这个制度没有了，所以呢，学术界这个领域都没有了。我自己因为是在这个学术界原本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但是经济学界我们这个领域就没有了。当你这个领域没有的时候，当然人们的认识就变得非常肤浅了，因为人们根本就不关心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快的可以概要的问题呢，就是当人们不知道极权主义的时候，人们就会把专制的东西呢就笼统的归到了威权主义制度下，这个混为一谈啊，就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其中这个严重后果之一呢，就是在政治学里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现代化理论。他就说威权主义制度啊，它只要它的经济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呢，中产阶级就会发展，威权主义呢就会朝着民主宪政过渡。
这个理论呢是在60年代提出来的。那么在80年代，人们会看到韩国、台湾都的确这个威权主义制度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民主转型，人们就会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也是威权主义制度，所以中国呢会走上韩国跟台湾的道路。在这样子的假设下，才有了自从90年代末以来，美国持续的对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帮助，非常巨大的帮助，甚至超出了经济，就是包括在政治上，包括甚至一部分的军事，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克林顿政府，都在里边起了极其重大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卡特还有 NGO 专门跑到中国来设点，他们误认为他可以帮着中国转型，后来就都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去了。所有的这些，它的基础是错误认识，这个错误认识至今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会误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习近平个人带来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习近平是这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习近平创造了这个制度。您刚才说这个米塞斯是1946年发出那个警告，然后1984奥威尔是那个1984是1949年出版的，以让他们对，他要打仗打到他头上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实际上关于冷战，丘吉尔也都在40年代末都提过警告，就是冷战的词丘吉尔发明，还有这个 George Kennan， 这个也是那个长电报早就提出了警告，对，但是所有的这些警告都并没有真的使得这个华盛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真正的意识到严重性是仗打起来了，就是变了热战了，那已经晚了呀。我特别喜欢第9章关于晚清宪政改革与共和革命的失败。您在那一章中写到说，从洋务革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所谓的改革派们几乎没有人关注权力制衡及保护人权产权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讲晚清的宪政改革，最早就是戊戌变法，我们就会回到看一看他们戊戌变法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自强，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强，关心的是中华帝国的强，因为他实际上触发他的直接原因是甲午战败。甲午战败之后呢，他会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的大清帝国会输给一个渺小的日本岛国？他们都叫弹丸之地，怎么会输给一个弹丸之地？他们就意识到呢，原来是日本经历了一次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变成了君主立宪。但是到底君主立宪这个实质是什么？他们认为呢是强国，他关心的是强国，直接推动他的背后又是这个公车上书呢，这是一群科考的研究生，科考的研究生，他的目的是当官，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强。所以呢，他所有推动改革的人，他发自内心的目的是为了强国，为了自强，而不是因为他认为皇权侵犯了人们的利益。然后他们也并不代表普通人的利益，也不代表社会上的利益，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限制皇权。真正有了一些初步结果的晚清的宪政改革呢，是庚子变法。庚子变法背景就更绝了。那首先呢，是因为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然后呢，辛丑条约他们是要求变法。当时八国联军占了这边以后，要求他变法。辛丑条约相当于是一个停战条约，是你要许诺我要改革。那么人说那好，你许诺改革，我们就退兵了。许诺改革你就得真做。那么真正的做，实际上呢，触发点又是战争，是因为日俄战争呢，日本战胜了伟大的沙俄帝国，弹丸之地怎么又把沙俄帝国也打败了呢？当时的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就是报道，说是宪政战胜了专制，所以呢，中国必须要变宪政。于是晚清呢，都已经送了5个代表去世界各国去考察，其中包括他们满人。那么所有的人，包括满人、汉人，不是只有汉人
推动宪政，他们满人也认为发回来的所有的报告都说唯一的出路是宪政，所以呢我们必须得变成了君主立宪。仍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强国，他是因为发现宪政战胜了专制，所以人们关心的都是打仗，关心的是对外的关系，关心的是不是你这个国家还能强。当时在推动庚子变法的时候，这个都没有讨论就是到底内部的利益是什么。我用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是原来这个社会里就有分散的政治权利，原来这个社会里就有分散的产权，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联合起来要制约国家的权利，这才是宪政。当你这个社会原来就不存在分散的产权，不存在分散的政治权利的时候，所以就无从谈起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来限制国家的权利。这些呢都是宪政改革时期。如果我们看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就是同盟会后来国民党他们发动的辛亥革命，那我们就去看孙中山的所有的论述和同盟会当时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呢，首先孙中山的论述里就没有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和产权，就缺少这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这个制度基因，它不反映社会上这个需求，因为社会上没有这个需求，它也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再有一个，如果我们辛亥革命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什么？社会上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是排满驱除鞑虏。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和民主宪政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样子的宪政改革和这样子的宪政革命呢，我们叫它失败。失败的意思就是它建立不起来这个宪政。很多人不一定会同意叫它叫失败，尤其是共和革命，就是中华民国。但是呢，我这里讲的失败的意思就是它没能建立起来宪政。您里面有个例子，就是他们第一次选举吧，让大家都去投票，那些有钱人都害怕的不敢投票，生怕让政府知道了他有钱。对对，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因为这些资产阶级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产权，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中国的这种萌芽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好像没有要保护自己产权的这种的意愿，或者是没有这个胆子。所以它是因为在中国这个法理上，它不是天经地义的就有产权，就是它没有这个法理上的依据，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所以呢，他非常害怕当别人知道他富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会来抢他的。当我们用社会共识这个概念，这就是社会共识决定了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法理的依据，他不是很强势的要来保护自己，他就和英国的情况就正好反过来。您在这一章里面呢，还提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阴影。您问到就说，为什么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天演论在中国几乎所有政治立场的人群中都深入人心，而且百年不衰？为什么宪政的思想在中国却层层受阻？您能简约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吗？就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今的中国依然盛行，就中国有没有办法能够摆脱这种思想的控制呢？这个呢，就是回到了我制度基因的分析上了，就是在中国的制度基因下呢，缺少普遍存在私有产权，缺少普遍存在的个人的权利。这个个人的权利里包括了结社，包括了人们连在一起互相自己保护自己，就是没这些东西，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共识。在这个背景下呢，世世代代培养起来的民众的想法，其实呢是通过世世代代的洗脑，人们呢关心的都是这个国家的强，叫做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世世代代的人们认为这是公理，人们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你一定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兴亡。当欧洲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时候，因为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很晚才有的，在中国呢实际上早就有，只是没有词汇而已。世世代代吹的关于屈原的实际就是民族主义
就这人可以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民族，他可以死。在欧洲的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受欧洲人的影响，所以呢，就把当时欧洲最时髦的民族主义的东西给介绍到中国来。所谓的天演论呢，它实际上呢是用似乎科学的方式来论述民族主义。那个时候呢，的确欧洲的民族主义盛行是以科学的方式来装扮的。当时人类学的大发展呢，都是拿来证明民族主义的。基本上说的就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分3、6、9等，白的人是最高等的，黄的人是第2等的，而红的人是再下一等的，最底端的就是黑的人的。按照这个颜色呢，是排3、6、9等。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呢，它跟中国原来就有的社会共识是高度的相似，它就一下翻译过来了。所以人们就觉得我们原来就相信的这东西啊，原来是有科学基础的。他当时认为他最大的困难面对的是白种人，那个日本人跟我们是差不多，日本人是因为学了白种人，那我们也应该学白种人所以他这个观念呢是在民众里是普遍盛行的。所以这东西一来，不分政治立场，中国的读书人普遍就认为这是好的不得了的，而且是有科学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所有的最早加入共产党、创立共产党，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前，全都先接受的这。他们在当时的著作里，都是把天演论里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就是他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们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里边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用制度基因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它原本它就有这个观念，所以很容易就结合到一块儿。那么这个观念就推的就更远。那么到了现在呢，因为讲共产主义没什么人相信了，但是呢，讲民族主义，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在中国呢扎根很深很深，就历史上很悠久，所以呢，讲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容易煽动民众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早在40年代就是非常的推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就是虽然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实际在勾结日本，但是呢，他在宣传上，他的民族主义宣传比国民党要响亮的多，系统性的多。所以这么多的优秀的知识青年从北京、北平、上海到了延安，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信共产主义，他们信的是民族主义，是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共产党非常非常响亮的、非常系统性的、有影响力的、有穿透力的、有渗透力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绝大部分都是很强的民族主义，至今如此。到了改革开放，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替代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共从来也是做的是这个宣传。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里，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他要利用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民族主义。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这种很强的民族主义，它本身实际上是在挤压人权和产权的基本观念，这两个是有冲突的。就是人们不要以为民族主义是无害，实际上民族主义本身是在挤压人权和产权。就是当他侵犯人权的时候，他往往打着的旗号是民族主义，是以国家的名义来侵犯个人。对，要不现在不管干什么都被叫成叛徒啊，什么卖国贼啊，无论什么人，就是随便干的就说认为你对这个社会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是最重要的，个人的权利是完全不重要的。对对，当国家用这个名义能够生效的时候，是因为在大众里很多人买这个账。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19年的香港。
就是他在香港大规模的镇压香港人。实际上这个反送中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人权，而这个香港人维护人权原本和大陆人的基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时如果我们看微信里边的各种各样评论，大量的微信群里边平常看上去似乎是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派的人，在那个时候都去攻击香港。他攻击香港的立场就是民族主义立场，他把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看成是自己的利益，他不知道争取人权原本是你自己，是你所有的中国人自己应该要争取。你帮助他是帮助你自己，但是他认为他反对他是帮助他自己。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城市人口中有 95% 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中国的私营经济占整体经济很大的比重，但为什么中国社会对于人权产权的概念还是那么薄弱？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什么都是国家的，都是政府的？不仅政府不把个人权利当回事，很多中国人也被驯化到不把别人的，甚至包括自己的个人权利当回事。就是政府对人民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人民对政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这好像大家挺大的一个共识。这种价值观在中共的统治下有办法改吗？这个就是和制度基因相关。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呢，这个制度基因呢已经有所变化。就像你前面讲的，就是城市的人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房子，那么当大多数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物业的产权的时候，实际上呢，它已经产生了一部分的私有产权的观念。但是呢，这个观念呢仍然足够的微弱。微弱的原因其中呢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的私有产权是部分的私有产权，因为它没有土地的权利。你的房子是悬在半空中的，你的房子地是国家的，那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的产权都只是部分的。你买的产权是你借的政府的地，那是有年限的，这是第一。然后就是你还有没有你的房产的最终的权利，那所有人都知道，最终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人里，很少人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质疑为什么土地不可以是私有的。连所谓的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连经济学家通通放在一起，很少人从最基本的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土地不可以是私人，为什么土地都是国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银行都是国家的，就是为什么国家是垄断了，就为什么所有的上游都是国家的。所以呢，哪怕是从产权的角度讲，中国呢只是开了一个口子，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呢，中国的私有产权是远远没有真的落实到私人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是私有产权的这个观念是很弱的。那么私有产权的，但是它仍然是有了，它跟没有还是不一样。所以呢，就有了小区的业主呢，就是分各种各样的小区，有的小区的业主呢就更自觉，就知道我们作为业主，我们应该合在一块儿保护我们的基本权利。他从这一点点的私有产权，从要保护他这一点点的私有产权从这儿作为起点，其实他就有了一点点的权利的意识。有了这点权利的意识，那么小区的业主的组织就已经成为了就是公民保护自己政治权利的一个组织。但是这个政治权利是很小很小的政治权利，就是只不过就是我们小区里边的物业的管理就是小到了这个程度，但是它毕竟有了。那么公民社会的组织也有了一些，由于共产党限制他们的运作的范围，所以往往的这些公民社会呢，它这个追求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局限。但是它毕竟有了这些东西呢，就有了一点微弱的个人权利的观念，有了一点微弱的个人要争取政治权利的观念，很微弱。但是整体上，因为共产党呢非常自觉，非常有意识的要保证他在产权上和政治权利上要完全能够控制，他保证他的极权主义的制度不被从基本上动摇。因此呢，个人的产权的观念，
个人的权利的观念在中国呢，就是一直是受到压制，就是新的制度基因有所萌发，但是呢，它是在很严重的压制的背景下挣扎，到了这个最近的10年，大规模的把它压回去了。大规模的压回去就不是偶然的。这种大规模的压回去，现在的情况下还有办法再往回推一些吗？有办法吗？有可能吗？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有目的的，非常自觉的，在全面的压制人们关于权利和关于产权的基本意识，和任何的组织有意识的在做这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虽然仍然是共产集权制，但是呢，中国现在的这种共产集权制呢，是一种退化的共产集权制。退化的意思就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很强的激励机制。我现在讲的激励机制不是指的对普通人，而是对党政官员。对党政官员丧失了提供正面的激励机制的能力了。所以呢，现在普遍躺平，就是当他的党政官员上上下下都躺平的时候呢，那么他试图消灭这个新的制度基因，他是非常自觉的试图全面消灭。但是由于他的官员都躺平，所以他消灭的这个力量是不够大的，就是他是自上而下的在清洗，但是他的清洁工不努力，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残余就很大。所以下边我们要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残余和不努力的党政官僚体制之间的这个博弈。您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是区管式集权制，您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形成对于中共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区管式的集权制呢，是把中国的具体的治理方式和具体的行政资源的管理方式同苏联做对比来的。中国呢，实际上是早在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治理的方式、管理的方式就和苏联发生了差别。中国到了1957年，基本上中国就是苏联，就是中国是个落后的苏联。在那个时候呢，中国的基本口号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或者我们的明天就是苏联的今天。但是呢，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们往往强调的大跃进是一团混乱，然后是大饥荒，这都是事实。但是它的一团混乱呢，实际上是它有意识的放弃了苏联的治理模式，放弃了苏联的对于行政和资源的管理方式。基本制度是苏联的，就是党统治一切，这是苏联来的制度，中国古代没有的。但是呢，在党统治一切的时候，党怎么统治，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苏联的党的统治一切呢，是党统治了中央各部，然后中央各部呢，以专业的方式来直接统治社会的所有的专业的部门，包括就是所有的企业，最后所有的协调，所有的控制，一切都在中央手里。自从大跃进起呢，他就把大量的行政权和资源下放到地方了，就是各级的下放。他一方面呢消灭了中央计划，另一方面又消灭了市场。同时消灭了中央计划和消灭了市场的情况下，那么他要全国各地呢来竞争，竞争就是粮食的亩产和竞争钢铁产量，就是工业以钢为钢，农业以粮为钢。那么他用竞争的方式来取代了中央计划。这个竞争的方式呢，又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制衡，这个即便是在集权制下，他也需要一点起码的制衡，保证他的统计数字是对的。他在完全丧失了制衡的情况下呢，他的统计数字都是假的。因为呢，每一个地方呢要自己报自己的数字，用这个报数字的方式呢，他来获得他自己的升迁的机会。他的升迁直接和他报出来的数字相关，那么他就开始吹牛，就是大吹牛，然后大量的挤压农民，最后你就出来这个结果。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从此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苏联制度，但是它的行政和资源的管理
就是中国式的。那么这个中国式它是以一层一层的地方政府来管理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制度，简称为区管式集权制。这个呢，对于后来的这个改革就太重要了，因为后来的改革呢，就是中国的官方宣传说是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这个呢实际上是吹牛，是制造神话。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没有总设计师，中国的改革就是由于它是区管式集权制，大跃进是各地竞争粮食产量和钢铁产量，中国的经济改革时候呢是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它之所以可以各地竞争经济增长速度，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基本的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自从这个1958年把它变成了区管式集权制之后，到了文化革命的后期，中国已经各个地区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地区，就是每一个县都有五小工业。所谓的五小工业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县都变成自给自足的一个经济体。那因此呢，县和县之间竞争 GDP 的增长速度就变成了很自然的一个选择。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各地的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它可以欺骗它的上级政府。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首先中国共产党并不允许建立私有企业，它只允许从1982年起这种很小很小的家庭作坊式的，就是一个企业只能雇8个人或以下，超过8个人都是犯法的。但是事实上呢，很多的地区，尤其是以温州为例的话，就是相当规模的私有企业都已经发展起来了。为什么它会这样发展？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会不执行党纪国法？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们是要竞争它的 GDP 增长速度。像温州这样的地方，它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非常非常少。那么在那个地方，你要想发展，你就得靠掩护当地的私有企业。掩护就是骗人的意思。那么你这个县里边掩护骗你的地级市，然后地级市呢也掩护呢骗你的省里边，省里边也掩护呢骗你的中央。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它的党纪国法是一个书写方式，事实上发生的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出现全国普遍的挂羊头卖狗肉？是区管式集权制带来的。所以在苏联呢，它是中央统一，这个上面定好了往下推动，共产党的中央是没有办法定一个政策说全面私有化，那你直接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统治全部都冲突。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私有企业是跟它是冲突的，那么这个冲突的情况下，它一方面要默认私有企业的发展来帮助自己生存，另一方面它要有意识的想办法控制这些私有企业，不能够允许私有企业来动摇它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来怎么样来平衡这个之间的关系，靠的是它这种区管式集权制才能做到。像苏联那样制度它没办法做到，因为它是自上而下以法律的形式来颁布才能够改革的。那么它这个怎么做？它怎么能够直接在法律上颁布保护私有制？这个所以就是它行政和资源的管理方式最后决定了它的改革的路径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当我们讲制度基因的时候，它的作用就来了，就是制度基因有所不同，就使得它的改革的路径就有所不同。您这个区管式集权制这个概念用来分析中共的统治模式太趁手了。就比如说我在报道2022年的清零政策的时候，就意识到就是清零的零和当年追求8%的那个 GDP 增长中的8是差不多的概念。我这么理解准确吗？对，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在区管式集权制下，它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是每一个计划要分解成具体的要执行的内容，但是中国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从大跃进起就没有这个东西。在中国呢，它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是让地方去竞争，所以呢全取决于在这个目标发布的时候它的优先权是什么。就是当它的优先权是经济增长的时候，
那么就都去追 GDP 增长速度。当他的目标是疫情的时候，他竞争的目标就是零，看谁是零，就是你做不到零，你就完了，你的政治前途就完了。所以每一个地方为了保自己的政治前途，你就是拼了命的也要让它清零，哪怕这个清零是以人命为代价的，不管的。实际上它经济增长也一样，经济增长它可以触发很严重的社会冲突，这个社会冲突是可以杀人的，比如说他用暴力来征地，他征地的时候会引发群体的抗争，群体的抗争会变成了暴力冲突，暴力的冲突时候是可以打死人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暴力的血腥的来征地，是为了保他的经济增长。那么清零的时候他为什么这么不合理？你本来这个疫情是为了人的健康，为什么要侵犯人的健康要清零？因为上级考察的是清零，上级考察的不是人命。所以呢，它就是在这种地区竞争的制度下，而这个地区竞争的制度是来自于区管式集权制。在这个制度下，它为了一个目标，它什么都不管，也包括了过去计划生育。就是为什么它计划生育可以做得这么狠，就是为什么他会强迫成千上万的人做流产，就是他怎么能够这么没有人性？原因是因为他要满足上级的考核，然后一层一层考核下来，考核到你这个最基层的时候，你必须都给他执行了，执行的时候是没有人性的。那现在好像习近平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明确的目标，是吧？主要是要忠诚，是吧？要安全，他为什么不定一个目标呢？让大家容易去做的呢？这个呢，实际上是自从反腐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地方呢，就关系到了我们怎么认识反腐运动。反腐运动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习近平试图把权力收回来。那么他试图把权力收回来呢，就是过去呢大量的行政权、资源配置权在地方，习近平甚至想把这都收回来相当一部分。发动的反腐运动呢，里边带有这个目的的。在这个背景下呢，自从反腐运动以来，就是减轻了地方竞争，大幅度的削弱了地方竞争。大幅度的削弱了地方竞争呢，实际上同时呢，也就削弱了这个地方的积极性，削弱了它的这个激励机制。就是为什么都躺平了？躺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躺平就是从反腐运动开始。第一，他反腐；第二，他也没了这个清楚的竞争目标了，所以呢，叫大伙儿都躺平了。直到最近这些时候呢，当经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他又返回来，逐渐又开始恢复，就是用经济来考核他们，因为这个要糟糕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再返回来呢，其实他也很难返回来。因为呢，现在的经济的糟糕呢，背后有特别大的一个部分是内需不足，还有呢地方欠债，就是地方欠债和内需不足，你让它竞争的时候，它怎么个弄法？就是当没有内需的时候 ，GDP 怎么增长？这个太难了。然后它又欠债欠这么多呢，以前呢是地方政府这个靠大规模的举债。用举债的方式呢推动 GDP 的增长，现在欠债欠到了他们要破产了，现在他这搞不起来了，他现在的这个。您在书里面写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新制度基因成分是私企、非政府机构以及有限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共为什么允许这个新制度基因成分产生？为什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开始大力的削弱甚至消灭这个成分呢？这个呢，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区管式集权制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回到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92年邓小平南巡怎么解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共当时真正的最严重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中共灭亡，因为91年苏共灭亡了，89年东欧、中欧的所有的共产党阵营灭亡了，为了避免中共上了他们的路，那么这是个紧急措施，挽救中共。那么挽救中共呢，当我们讲这个地区竞争的时候，
实际上自从89年之后呢，地区之间已经不再竞争经济了，但是从92年起就又恢复了地区之间竞争经济。之所以恢复，是为了挽救中共的命。当时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说右的是反社会主义，左的也是反社会主义，说因为左的你就会把社会主义弄垮了的，然后右的那一面我89刚镇压完了，所以我已经放心了。现在我最不放心的是这个左的就会像苏联一样把我们搞垮了。在这个时候为了救命什么都干，就是为什么下级欺骗上级，上级并不是不知道，就让下级去骗他。所谓的他去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容许下级去骗他，因为下级帮着他救命。就是救命呢，最关心的是最上级，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知道他最关心的是救命，所以呢，是不是私企已经不是当时最关心的事了。所以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么搞呢，就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私有企业事实上也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了。这个并不是中共这个想要它发展的，而是中共为了救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是它发展起来了。那么同时跟这个并行的呢，还有吸引外资。吸引外资是救命的另外一个药方。吸引外资呢，它就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法规来保护外资的基本利益。实际上所谓的经济特区啊，第一步就是设置为经济特区使用的法律法规，不适用于全国，只适用于它。但是后来伴随着这个吸引外资遍布全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呢，就都得设计出来是满足他们的。那么所有满足他们的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你需要有一批的人才懂得全世界通行的法律法规，所有的相关的政策都得跟它配上，否则外资来了怎么办？还有伴随着这些一起的就是建立了证券市场。建立证券市场又有整套的跟它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新闻媒体，因为你要让股市能发展，你就必须要有媒体来报道这个整个的经济，整个的跟股市相关的一切消息。在这个背景下，他被迫的一点一点放松，放松的目的全是为了救命。但是呢，为了救命，这个放松呢，就已经使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跑进来了。其实中国真正媒体的突破口实际上是股市。对，就是王多明办的那些，是吧？对，最后就变成了财经的媒体，不光是报财经，财经媒体也报政治。就像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对吧？华尔街报、金融时报从来不是只报告的股市的，它必须是个全面的。还有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都是离不开的，你这些基本知识没有，你根本没法操作。但是呢，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原来共产党认为是敌人的东西，这些东西就都进来了。这些进来呢，但是它是有限的多元化，因为呢，你一定不能讨论共产党，所以呢，进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在不讨论共产党的情况下，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里就是包括了个人的权利和产权，最基本的这些内容，那么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共识，就是初等的社会共识。但是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为什么要开始大力削弱甚至消灭这种的共识呢？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于新的制度基因从来就保持高度的关切，从来就是高度的警惕，没有放松过，没有一天放松过。早在90年代末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那是中国私有企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中共就建立了国资委，对，由国资委来统筹保护国有资产。同时呢，社科院呢就开始发布国家安全的这种专门的1年1度的安全报告。在社科院发的这个安全报告，中国刚加入 WTO， 在那个时候这种国家安全的报告就讲得很清楚，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颜色革命。什么是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那个社会基础就是私有财产，就是要求司法独立的社会舆论，就是公民社会，要求宪政的社会舆论和这些社会组织早就非常高度警惕，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敌人，最后它会动摇我们的基础。国资委在当时就提得很清楚，就说国有资产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允许动摇国有资产，因为动摇了国有资产就是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早在刚加入 WTO 的时候，这话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国进民退，就是刚刚私有部门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国进民退的问题就变得很严重。抓大放小呢，原本就是抓大为主，那个时候呢，这个抓大呢就已经变成了国进民退，就是要促成超大型的这种国有企业。还有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吴邦国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做的正式的报告，就是不准讨论司法独立，不准讨论宪政等等等等，这些禁令早就有，但是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们不够坚决，所以坚决的措施是那之后。有一段话就特别精辟，我念一下，就是1989年选择镇压的邓小平与南巡的邓小平坚持的是相同的原则，邓南巡前后的江泽民也没有原则上的变化，所有表面上看上去的自相矛盾以及中共内部所谓的改革派或保守派的分歧，都只是为集权制的生存而采取的不同策略。这段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那我不知道您不愿意读一下47页的最后一段？好，在第47页这样说的：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似乎朝全面复辟发展，且试图借助网络监控和人工智能等新方式更全面地控制社会；另一方面，已经萌芽的新制度基因，私有产权、私企、非政府组织、人权产权的基本价值观、法治观念、对宪政的理解、社会科学的传播，不仅萌芽，且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部分。人民要保护自身利益的基本动机，从开放的世界得到的启蒙，使得新制度基因的萌芽充满生命力。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两类制度基因的博弈。那您认为中国现在还存在这两者的博弈吗？因为很多人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已经基本上歼灭了萌芽的新制度基因，自由派的一方已经溃不成军了，这种情况下还存在博弈的可能吗？这个博弈还在进行中，原因非常简单，一旦人们产生了这个个人权利和私有产权的观念，一旦人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就是普遍人们都接受的，认为是想当然是这样，天经地义的，这个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消灭它很难。当我说中国缺少这个制度基因，并不是说彻底没有人有这个想法，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少数人有这个想法的。那么毛泽东怎么消灭它的？首先就是50年代初镇反运动，杀很多人来震慑，那么这个震慑实际上就没有能消灭。那么到了这个反右运动，这个才是真正消灭他们的机会。那么在反右运动的时候，就把100%的说出话来的人全部都变成右派，这样发动这种全面的大规模的运动，用运动的方式直接把所有的人都处罚了，很严重的处罚了，他才能压制下去。后面的文化革命就是进一步的压制。那么今天呢，习近平至今没敢发动这样性质的运动，不要说反右运动，他连镇反运动这样性质都还没敢发动。就是他但凡要是有能力发动，他也发动了。就是当他不能发动这样的运动的时候，他现在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用监视，然后针对个人的惩罚，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秘密警察的方式，就是过去苏联用的。这秘密警察的方式是压制不住的。我们就看微信群里巨大量的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制度基因已经萌芽，萌芽了的制度基因已经在发展。当然他们组织在一起非常困难，就是由于任何组织在一起的行动它都会来镇压，已经有的公民社会也都面对着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呢，就从微信群上你都能看到，它有一些就是完全的非正式的组织方式，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人们想办法凑在一起来表达他们共同的想法，是包括白纸运动。白纸运动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组织，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心照不宣，有共同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你说出来了话，你就变成了把柄，人家要追究你。那么我只举起一张白色的纸，这是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没有说话，表达的意愿所有人心照不宣，那这就是制度基因，就是人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每个人保卫个人自己的权利就是保卫比其他人的权利，人互相支持保卫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制度基因。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被压下去，就是它只不过逼迫人们换了一个方式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说，它要压制新的制度基因，它也有它的力量，但是它的力量是整个是在一个衰退过程中，就是他的人都躺平，除了这躺平的他的干部之外，他的警察们到底内心想的是什么？有多少警察是真想为他干的？有多少警察是混饭吃的？有多少警察一边混饭吃，一边可能脱了制服也举了一张白纸？没有人有能力做这个统计，但实际上事情是在这样演变。就如同当在苏联的末期的时候，流行的说法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在骗我们，就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共产党也知道他已经很难控制，然后普通人们也知道他在控制我们，但是实际上他也很难控制我们。您为什么认为即使在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中共领导层也很难和平放弃集权制？您的意思是说，中共的统治只能以暴力结束吗？他很难和平放弃集权制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他无论如何也要维持集权制，就如果这个恢复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从基本上动摇集权制，那么他就认为动摇集权制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就实际上中共过去私有经济大发展已经动摇了它，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他认为私有经济的大发展是归根结底还是帮助他，但是已经私有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你还想让中国的经济能继续发展，这个必须远为更大规模的更正式的私有化。就是没有这一步，其实这个经济也没有能力再向前走了，就走到这儿没有能力了。那么再大规模的私有化就直接动摇它的基础。因为在过去呢，邓小平讲得很清楚，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呢，就是说的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维埃政权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就非常清楚。但是呢，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呢，必须保证布尔什维克控制经济制高点，这是核心所在。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经济制高点，允许了私有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今天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进入了停滞时期，那你想要让这个经济再恢复发展，你剩下的出路就是更大规模的私有化。更大规模的私有化就意味着它要放弃经济制高点，这是放弃了经济制高点，它的基础就动摇了。就如同老早这个国资委就说，后来习近平说是他说的，其实是国资委说的，就是国有资产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就是你不能把他执政的基础动摇，所以他不会自己放弃的。但是是不是一定只能是暴力呢？这个并不一定，就是他不会自己放弃，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就不会垮。就是他会不会
相对和平的垮了瓦解了，这个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就是他要维持，他会要用暴力，但是他希望用暴力维持，不意味着他一定有能力以暴力维持。就像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发生的，这不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吗？对，齐奥塞斯库用暴力控制，他认为他有足够的暴力，因为他认为他足够有能力控制，但是实际上他不知道他的警察们也并不真支持他，就是他的警察们假装在支持他，最后都忽然之间不支持他了。对，还把他抓起来枪毙了。好，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